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我们常听见的开门7件事，如果以化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些都是一些有机或者是无机化合物的组合。粗盐和精盐主要的成分都是氯化钠，白糖、红糖、冰糖和黑糖主要的成分是蔗糖。一样的成分却有如此多样的产品，这是由于它们的纯度和结晶的大小不同。纯度较低的粗产物经过反复的溶解、浓缩、冷却的再结晶过程，会产生不同纯度的产物。我们平常食用的精盐，就是将粗盐再结晶之后所得到比较精纯的氯化钠。再结晶是纯化固体物质的方法之一，通常是利用适当的热溶剂将式样溶解之后，容易冷却时产生过饱和溶液，溶质就会结晶出来。本实验所使用的器材包括锥形瓶、漏斗、滤纸、电磁加热搅拌器以及减压过滤装置。溶解固体式样或承接滤液时，一般使用锥形瓶。它的优点是开口小，加热时挥发上来的蒸汽可在瓶壁产生回流，不会有太多外泄，并且方便用软木塞封口。至于烧杯，因为开口太大，不适合用在再结晶的操作。再结晶实验操作，进行再结晶纯化操作，溶剂的选择非常重要。一个理想的结晶溶剂，在高温时对式样的溶解度高，但在低温时则溶解度低。同时，为了要减少结晶之后溶解于溶剂中的式样耗损，而可以提高产率，应该使用最少量的热溶剂将固体式样溶解。使用另一个锥形瓶，先将适量溶剂加热煮沸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大部分的有机溶剂都是易燃的，应该用热水浴或者是蒸汽浴间接加热，绝对不可以用火焰或者是加热板直接加热。由于本实验是以水为溶剂进行苯甲酸的再结晶，因此我们以加热板直接进行水的加热。以滴管吸取少量的热溶剂，加入固体式样中。溶解的过程中，必须一边加热，同时摇晃锥形瓶，如此可以加速溶解，并且避免涂沸。由于固体的溶解速度不见得会很快，因此必须有耐心。当溶液沸腾时，如果仍然无法溶解，则要再加入少量的热溶剂。不要一直加溶剂，如果加入过多溶剂，冷却时仍然可能为不饱和溶液，晶体不会析出。预纯化的固体物质常会含有一些带有颜色而且分子量很高的杂质，这种杂质可以用活性炭来除去。如果使用活性炭脱色，或者是式样中有不溶性的杂质，例如灰尘、滤纸纤维等，接着应使用重力过滤法将它去除。但是如果没有不溶物存在，这个步骤可以省略。选用短颈漏斗进行重力过滤，因为在颈部下方开口端，溶剂容易挥发产生晶体。为了使过滤的速度快一点，滤纸用凹槽型折叠法折叠，可以加大过滤的表面积。滤纸的大小要适当，不可以超过漏斗的上沿。过滤的装置需要预热，因为过滤用的器皿如果温度太低，则容易一碰到漏斗，结晶就会产生。预热的方法可以用热的溶剂淋一下过滤装置，将其温度提高。使用锥形瓶承接滤液，以铁环架放漏斗。如果是将漏斗直接置放在锥形瓶口上，就应该在两者之间夹放一弯曲的铁线，以提供热溶液的蒸汽一个宣泄的出口。过滤过程中，尽可能保持式样溶液以及过滤器具在较高温的状态。倒入式样溶液，
溶液的量应不超过滤纸容积的2/3较宜。如果结晶析出在滤纸上，也可以加一些热溶剂让其溶解。过滤完成后，再将滤液加热，使过多的溶剂挥发。当得到一个饱和溶液之后，应该要让它慢慢的冷却下来。通常长晶会很快开始。如果在冷却过程中晶体一直不出现，则可用玻璃棒在液面与玻璃交界处上下刮动器壁。刮动瓶壁所造成的微观凹槽，或有一些切面与晶格的切面相同，晶体便容易附着于其上而长晶，可以加速长晶的开始。或者加入1小颗种晶，提供长晶的位置。一旦长晶开始，切勿摇晃或者是搅拌，应该静置，慢慢冷却。如此所得到的晶体不但纯度较高，晶体颗粒也较大，表面积较小，粘在晶体表面上未除去的母液所残留下来的杂质也比较少。最后使用冰浴冷却，让溶液的温度再降低，使更多的结晶产生。得到的结晶使用减压过滤法收集。当结晶量少的时候，减压过滤搭配赫氏漏斗进行过滤；量多的时候，则使用布氏磁漏斗。抽气过滤试管或过滤瓶需用广用夹固定，再以橡胶套环连接漏斗。过滤所用的滤纸不可以太大或太小，直径应略小于漏斗的内径，并将孔洞完全遮住。过大的滤纸边缘会凸起产生漏缝，使过滤不完全。应用少量的溶剂将滤纸润湿，并且开始抽气减压，让滤纸吸紧。然后以玻璃棒将锥形瓶中的晶体打散，使固体均匀悬浮于溶液中，再快速地将悬浮液倒入漏斗。残余在锥形瓶中的晶体，使用少量冰冷干净的溶剂淋洗入过滤漏斗中。为了将晶体表面所附着的杂质洗净，再以少量冰冷干净的溶剂冲洗晶体。收集所得到的晶体表面可能仍有少许溶剂残液，可以持续减压抽气，让晶体干燥。完成减压过滤，先要将泄压装置打开，再关掉抽气马达。如果先关马达，瓶内还是减压的状态，会产生水倒灌的现象。过滤所收集到的滤液称为母液。如果有必要，可将母液浓缩再做一次结晶，得到所谓的第2货，甚至于做到第3货的结晶。通常这一类结晶的纯度会比较低。其他干燥晶体的方法，可将晶体放置在一圆底瓶内，利用真空抽气法，将晶体表面挥发性的溶剂抽去。如果溶剂是较不易挥发的水，而且产物在高温下不会分解或者是熔，就可以将它放在表玻璃上，在120度的烘箱中烘干。在结晶得到的固体产物应该称重，并且计算回收率。实验结束后，废液回收，并将实验器具清洗干净，整理实验室，完成实验。实验操作总结如下：选择适宜的溶剂，使用锥形瓶进行再结晶操作。使用最少量的热溶剂溶解固体式样，必要时使用适量的活性炭进行脱色，以重力过滤去除不溶性固体杂质。
将容易静置冷却到室温，并且静置养精。以冰浴使结晶完全，使用减压过滤法收集结晶。晶体经过干燥之后称重，并且计算产率，回收废液以及清洗仪器装置。实验操作注意事项：使用开口小的容器进行式样溶解操作，不可以使用火焰或者是加热板直接加热易燃的有机溶剂。进行溶解时，应将热溶剂滴加于固体式样中，以避免涂沸。加溶剂到固体式样中时，应摇动锥形瓶，以加速溶解。使用最少量热的溶剂溶解固体式样。使用活性炭进行脱色时，用量不宜太多，应该缓慢地加入。过滤装置需要先预热，以免结晶产生。长晶开始后，就不可以再摇晃或者是搅拌溶液。关闭抽气马达之前，先要泄气试压。